我的妈妈是被拐卖来的，我从小就知道。她不太爱说话，也不爱搭理我。我对她最深的印象是5岁那年，我和她一起上山砍柴，在山下的小河边，只有我和她2人。我紧紧地拽着她的衣角，仰头叫她，她却不应我，只是忽然落了眼泪，然后将我一把拎起，一只手压着我的腰，一只手将我的头按在水里。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河面上还结着薄薄的冰，我的鼻子里、嘴里全是冷冷的冰水，我在水里剧烈的挣扎，好不容易喘口气，我大声地哭着喊：妈妈，妈妈，我错了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是先认错就好了。他终于和我说道：我不是你妈妈，你这个畜生的孩子。语气冷漠的出奇，我那一刻是真的觉得他要杀了我。我的力气根本挣脱不了他，我感觉我真的要被水呛死了。我求他，挣扎都没有用。那一刻我恨惨了他。你在干什么？他只是个小孩啊。我妈被快速扑倒，我像是一只挣脱了网的鱼，顿时得到了生机，剧烈的咳嗽着，我感觉我的肺火辣辣的疼。是我们村长的儿子陈安。我知道他妈妈也是被拐来的，只是他妈妈死得早，我没见过。我奶奶就时常说，你看陈安妈虽然死了，但是人家至少给老陈家留了一个种，哪里像你妈买回来简直绝我家后。她比我大7岁，我一直跟在她身边，叫她陈哥哥。她推开了我妈妈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我妈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，她既没有为杀成我的遗憾，也没有被发现的窘迫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爸。我似乎想要找人给我撑腰，小孩子能懂什么呢？我哭着上气不接下气地扑到我爸怀里道：妈妈要淹死我，妈妈要淹死我。我爸只是很嫌弃地将我推开，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帮我撑腰时，我看见他拿出一根手臂粗的木棍，一棍又一棍地朝我妈打过去。我是见过我爸打我妈的，吃饭的时候他吃得不开心，会突然一耳光打过去。我妈甚至已经被训练的看见他的一个眼神就知道会挨打了，会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。每当我爸打我妈时，我奶奶就会将我抱开，一边在旁观站，一边道：要打你不晓得打狠点，没得事来2下，有啥子意思吗？你这样打他会长记性吗？而后又对我道：你以后和你妈一样不听话，还是要遭打死掉的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，别的我都没什么印象了，只记得我妈的眼睛里泛满了血丝，她看着我们一家人。我知道如果可以，她恨不得变成恶鬼咬死我们。我看见我妈的头都被我爸打破了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奶奶还在旁边助威：打死他，打死他。我一时间慌了神，从我奶奶怀里挣扎开。爸爸，别打我妈了，我不怪她了。我去抱住我爸的脚，我害怕我就此真的没有妈妈了，却被我爸一把踹开。本来我爸怎么打我妈都没反应的，但是此刻他却突然哭出了声，他的声音撕扯着，我没有听过鬼哭，但是那一刻我看到他哭，不禁想，鬼是不是这样哭的？他费力地从嗓子里发出声，仰头望着天，大声大声地嚎叫着。我爸爸才终于收了手。我那时一边怕他，又想要亲近他。爸爸和奶奶用像拴狗的铁链将他的脚拴住，大大的铁铐将他的脚都磨破了。我从柴房找了很多蜘蛛用来盖住卵的后膜给他道：妈妈，我用这个给你捂上，就不会流血了。他看见我突然开始发疯，铁链被他扯着不停地响：滚，给我滚。他一边骂着我，一边哭，最后哭不动了，就在柴堆旁睡去了。我趁着他睡着的时候，给他那些还在流血的伤口一处一处放上蛛网。瞥见他不自觉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又俯身轻轻地给他吹着伤口。我在电视上学的，好像这样会有用。我妈妈这些年还在不停地尝试着跑，她每跑一次被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，连带着我也被打。我想要她早点跑出去，又害怕她跑出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慢慢知道了，村里很多像我妈妈这样的女人，有的被打断了腿，还有的被打傻了。其中有个被打傻的阿姨，刚来的时候特别漂亮，白衬衫、牛仔裤，脸白白嫩嫩的。我看到过很多次她挨打，后来那个大叔叫了很多村里其他的叔叔去她家。
慢慢的那个阿姨就疯了，他们也就不拴着她了。我看见她疯了，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在我心里萦绕。我第一眼见她的时候，她像一只白天鹅一样，她曾是我最想成为的模样。可是她现在一头乱糟糟的头发，只会对着人傻笑，衣服裤子也是黑黢黢、破破烂烂的，后衫上有大片大片的字泡，我每次都会摘很多，大部分都给我妈，我妈也不吃，但是我给那个已经疯了的阿姨，她会吃。吃完，她会将我抱在怀里，叫我宝宝宝宝，我的宝宝。她的怀里臭臭的，我最开始总是将她推开，但是我被我爸爸和奶奶打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去找疯阿姨抱抱她，一边抱她一边哭。她都已经疯了，看见我哭也会哄我道：宝宝别哭了，妈妈在，妈妈在，没人敢欺负你的。自从我妈妈那次差点把我淹死后，我就很少和我妈独处了。我虽然很想靠近她，但是我还是怕她。直到8岁那年，我爸爸和奶奶出去办事，我做好了饭，偷偷给疯阿姨拿了一些。她坐在我家的门槛上，夹了一筷子菜给我道：宝宝先吃，傻子，你吃吧。我看着她憨傻的模样，不由觉得好笑。她得了我的回应，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吞着饭。然后我又端了一碗饭去给我妈，我妈望着柴房外的天空，也不说话。她看起来像是一具躯壳一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如果不是眼睛动了几下，我都以为她已经没了。看见我的时候，她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下来。我试探着讨好的将饭给她端过去，她突然一下子冲了过去，将锁链紧紧地缠住我的脖子。她的眼睛猩红，碗顿时砸在了地上。我知道她还是想杀我，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相比于第一次，我已经慢慢可以接受了。我知道她不是自愿生下的我。村里有个小学，我已经学了一些东西了。教书先生是个年纪很大的大爷，看起来很是慈祥。他教书不收学费，最开始我奶奶他们是不想让我去上的，只是那大爷说他学几个字，至少以后会算账，会认路。大爷偷偷和我说，村里人这样干是要遭报应的。他同我说，我妈妈这样的人不容易，他们活下去都很难。我的意识就快要慢慢迷糊，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东西，大多是妈妈挨打的样子，还有村里那些被拐卖来的阿姨们。我曾见过他们打死了人，就拿一床破席子卷起来扔到后山去。那个阿姨之所以会被打死，是因为她生一个小孩就杀一个，找各种方法弄死。我妈妈终究还是不够心狠，她现在用铁链子紧紧地缠着我的脖子，而我的脸上却全是她的泪水。我伸手奋力地摸了摸她的手道：对不起，妈妈。我知道她活得痛苦，我也活得难受。我不知道明天起来会是怎样，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挨打。我更知道她完全不想生下我的，可就是这一句话，她突然松手了。第一次抱着我嚎啕大哭，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抱我。她哭得无助极了，我渐渐缓过劲儿来，轻轻给她擦眼泪道：我长大了就带你出去好吗？她愣了愣，拿头抵着我的头，眼泪一个劲儿的流。我也从那时才知道，我们村是人贩子村，我爸也是其中一个人贩子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小喽啰。人贩子村的老大我是见过的，是村里最大的那个院子的红姨。她今年刚刚生下了一个小女孩，粉粉嫩嫩的，看起来可爱极了。我奶奶时常叫我过去给她洗尿片，红姨生完孩子没多久也经常外出，所以她小孩大多是我和奶奶带，奶奶又没有什么耐心，所以小孩就大多是我带。小孩叫猪猪，特别黏我。红姨每次回来看我把猪猪带得好，都会给我好多零食，有牛肉干、饼干，还有饮料之类的，我都会偷偷拿回家给我妈妈。我妈妈只是看着我叹气。我们村的女孩是没什么地位的，老人们说男孩是一家的根，而女孩就大多是被拿去卖了换钱，只有猪猪是个特例。我在村里之前还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大姐姐，我知道她15岁就被卖了，我后面再也没见过她。我只记得她被绑起来送走那天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她那个所谓的爸爸只对着买家说，没事打几顿就老实了，当初他妈也这样。大姐姐的妈妈过来拦，
被他们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地砸倒在地上。后来面包车开走了，那个阿姨瘸着腿追着面包车跑，地上都是血。他们在旁边打趣道：“那娘们还真对生了的小崽子有感情了。”教书的大爷跑出来质问他们：“你们没有良心吗？你们不怕遭报应吗？”他们怎么会有良心呢？我爸在旁边吸着烟，将一口烟吐出来道：“怎么？你还想为他们讨公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就算被抓进去了，坐几年牢，表现好点就出来了。”我在旁边木木地听着，坐几年牢，表现好点就可以出来了？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判死刑呢？杀人就会判死刑吧？很快我就14岁了，我不想像他们一样被卖来卖去。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过我奶奶和我爸爸商量要把我卖去哪儿。猪猪也快7岁了，她是村里最受宠爱的女孩。红姨生了她以后就没再生了，但是红姨经常不在家，所以猪猪最信任的人是我。我经常偷偷带她去看那些女孩的惨样，并且告诉她，红姨对她那么好，是因为她死去的妈妈长得很好看，要把她养得最好看才最好卖。一般给她说这些，我都是趁着四下无人说的。她吓得哇哇大哭，我就会将她抱在怀里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姐姐保护你，姐姐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。”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她，不要惹怒红姨，不要让红姨知道了，不然你也会和大家一样的。你放心，姐姐会救你的。我不停地给她灌输，并且时常待在她家。表面上是我俩感情深，实际上是我怕她把我暴露了。我15岁那年，我爸爸和我奶奶终于下手了。他们准备把我装上面包车，我扒着车门，我爸一耳光又一耳光地打着我，我被扇得鼻血都出来了，脑子嗡嗡的。我妈妈也追了出来，她放声大哭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在我爸爸面前哭，自从生了我以后，她无时无刻不盼望我爸爸打死她。可是她这次却为了我妥协了，她跪在地上祈求道：“放了他吧，我跟你过日子，我求求你了。”我爸爸看都没看他，一脚将他踹开道：“晚了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”猪猪也追了出来，没跑稳，膝盖都摔破了。“放开我姐姐，我要打死你们！”红姨看到心疼极了，抱起猪猪，当场抽了我爸爸一个耳光道：“多带点屁事，他妈的闹成这样！”我爸挨了一耳光后，却也不敢说话，只一个劲儿点头道：“我马上就把他弄出去。”说着就重重地踹了我一脚。猪猪哭得更大声了，他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妈妈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何玉姐姐吧！”红姨心疼地给猪猪擦着眼泪，然后漫不经心道：“多少钱？我买了，至于吗？没出息的东西！红姐要怎么能收钱呢？你说一句话，这丫头就是你的了。”我爸讨好地说着。红姨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抱着猪猪回屋，给我爸拿了2万块。15岁这年，我被换成了2万块，而红姨要带着猪猪去 S 市里，好让猪猪上外语小学。她买了我以后，我就是猪猪的佣人，和他们一起去 S 市里照顾猪猪。和我妈妈待的最后一晚，她第一次抱着我睡觉。夜里大家都睡了，她给我说，外公是 C 城最好的14中学的老师，叫冯正国，教物理的。外婆也是那个中学的老师，教语文。他以前是京都大学大一的学生，暑假被骗到了这里。他很简短地给我说了，还给了我一串电话号码。他被拐10多年了，他每天晚上都背这串号码，他很怕自己忘了这个就一点希望都没了。我向他承诺，我会回来救他。他只是惨淡地笑了笑，你真的笨死了。这里是人贩子村，上一个家属找到这里来的，最后都折在这里了。说罢，他双眼垂泪，然后坚定地捧着我的脸道：“告诉你，外公我死了就行，记住了吗？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面上答应了他，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，闭上眼睛，满身疲惫。我透过窗外稀疏的月色看着他，在心里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救他出去。15岁这年，我第一次走出人贩子村。我爸也来送我了，他警告我道：“跟着红姨好好干，表现不好，老子砍死你！”红姨抱着猪猪在旁边看戏一般站着，我抬手狠狠地甩了我爸一个耳光，打完我手都在抖。我将手藏在背后面，怕被他们看到，然后故作凶狠地对我爸道：“我现在是红姨的人，你他妈的吼谁呢？”我爸愣在当场，紧接着我快速弯腰捡起地上的柴刀，做事要砍他一般道：“你给我老实点，以后我还回来，
要是我妈出什么事，我砍死你。”我爸爸震惊地看着我，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会砍死他。红姨颇为赞赏地看了看我，直道：“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走！”车上红姨问我怎么突然胆子那么大了。她说话的时候温温柔柔的，不发火，像个和蔼可亲的普通阿姨。只是谁都不知道，这个看起来温温柔柔的阿姨是人贩子村的老大。我装作受宠若惊的模样，低头道：“跟着您，胆子必须要大。”她却没有收手，继续问我道：“跟着我，为什么要胆子大？”我看了看她，眼眶通红。在这里只有猪猪把我当人看，出去以后我要保护猪猪。此时猪猪正睡得很熟，我的话也不大声，并没有将他吵醒，只是眼里噙着泪花，坚定地看着他。他似乎没有想到我是这个答案，明显愣了下。“你不怕我？”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烟，却在看了一眼熟睡的猪猪后，又快速地放下了。“您对我比我爸对我好。”我继续表着忠心。他没抬眼，似乎在想什么事情。我又接了一句道：“谁对我好，我就对谁好。”我跟着红姨来到了他的小别墅，才知道他村里的大院子简直啥也不算。这个别墅在我之前的人生里只在电视里看到过，但是它比电视里的更精美。有假山、喷泉、走廊、小湖，湖里还养着许多又大又肥的锦鲤。红姨说这在风水上叫遇水则发。我看着这精美华丽的别墅，想着买这个房子应该要很多钱。买这个房子，他们应该要卖很多人，很多像我妈妈，像村里那些15、16岁就被卖掉的女孩。而红姨在全国各地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房子。住进这栋别墅不足2个月，别墅的地下室就又来了一批新货，都是10多岁到20多岁的女孩。红姨说这批暂时交给我管，表现好了给我发奖金。我不敢同这些女孩的眼睛对视，只是每日给她们送饭而已。我来城里这么久，连手机都没有。这栋别墅到处都有人守着，连和猪猪独处的机会都没找到。我每天都紧张得发抖，只有在夜里无人时，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想妈妈给我的那串号码。我不敢写下来，因为我撞见过他们翻我的房间。我更害怕，万一被发现了那串号码怎么办？就在我考虑要不要逃出去时，那批货里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。她每次见到我，都抱着我的腿，求我放了她。有时还给我磕头，把头都磕破了。她却毫无知觉。直到有天夜里，其他人都睡着了，她拉着我问我想读书吗？她说他们家很有钱，我帮她出去，她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没听完就跑了，回到我的小屋子，心跳过不停。辗转反复几日，那姑娘竟然开始绝食。我在这里已经待了2个月多了，我实在有些撑不下去了。在村里很难出去，难道在城里也是这样吗？城里应该更有机会。只是红姨的别墅是市里最好的半山别墅位置，我们就算出去了也不好跑。那姑娘却告诉我她会骑车，有时候红姨的手下骑摩托车进来，钥匙就随意插在车上。我心动了，趁着一个红姨不在家的日子，我偷偷将她放出来。我是想把所有人都放了，但是我怕到时候一个都走不了。我一给她松开，她就狂奔了出去。这时候，一个平时不说话的冷冷的女生突然将我的腿抱住，用嘴型给我道：“骗局。”我的手一下就麻了，我脑子里想我完了。不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地下室乱作一团，那些姑娘们都醒了，一个两个的都哭着求我放了她们。我故作凶狠地吼道：“老实点！”然后快速找出对讲机，让门卫拦住她，很快就把那个女生抓了回来。别墅里大半的守卫都聚了过来，我当着他们的面拿钢棍一遍又一遍地打着那个女生。几棍子下去，那个女生就连挡的力气都没了。我一边打一边对别墅里的姑娘们吼道：“看到没有，这就是逃跑的下场。”我不知道打到了哪里，那个女生鼻子里涌出了大滩大滩的血，凄苦地求我道：“别打了，姐姐，别打了。”我依然不松手，我的胸腔里都是愤怒，差一点我就被她卖了。最后她实在没有办法，哭喊道：“红姨，救我，救我呀！”红姨这才出现，她依旧是看起来温温柔柔的模样，然后走过来，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我忍住害怕的感觉，抬眼倔强地看着她道：“我是你买的人，你杀了我都行。”
可您不能这么说我。我们四目相对，我的眼里全是委屈。他用眼神示意我继续说。我将头发撩到耳后，恶狠狠地看着那群被拴着的小姑娘道：自她们被关进来后，就一直没落下心，总还以为可以出去。我今晚就是想让他们知道逃跑的下场而已。那些姑娘听我这么说，顿时面如死灰。红姨听我这么说，眼里露出了赞赏的目光。不错，还知道杀鸡儆猴。啥？我满脸懵懂的模样，其实我听懂了。此事过后，红姨倒是对我放松了很多。我和猪猪见面，他们也不防着我了。我又继续开始给猪猪洗脑，偶尔还让我陪猪猪逛街。我趁着在商场上厕所的功夫，偷偷联系了我的外公，只是告诉我和妈妈还活着，让他不要轻举妄动，对方是人贩子村。猪猪在我的影响下，故意结识了他们学校的小网红，是个童星，还拿到了对方的自媒体账号。我只告诉他，越多人知道我们就越安全。但是我想做的不止这些。红姨的那批货很快出手了，没多久，别墅的地下室又来了新人。我脑子里全是那个清清冷冷的姐姐帮我的模样，可我却没帮上她。如果不是她，那叶红姨一定会杀了我。我继续了我的看管任务，不和任何人说话。又过了半月，我又偷偷联系上了我的外公。他了解我的情况后，让我耐心等待，说他都等这么久了。警方这次要将他们这群人渣一网打尽。就在我惴惴不安时，红姨先前出手的那批货却出了问题，送货的人被警方一网打尽。红姨连夜带着新拐来的姑娘们回人贩子村。我一路上记着路标，夜里用猪猪的手机发短信给了外公，后快速删掉了短信，然后跟着他们回到了村子。我去见了风阿姨，她好像更疯了。如果不是买她的男人舍不得花钱，她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了。我给她洗了澡，剪了头发，还给了她很多吃的。她却不吃东西，一个劲儿地拉着我道：宝宝，别走了。宝宝，我好想你啊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是和她孩子一起被拐卖的。她的孩子死在了人贩子村后，她就疯了，所以她一直叫我宝宝。因为她一直黏着我，我就带她回了家。其实也是下意识的想最后试试能不能帮她。我妈妈看起来好像更憔悴了，她看见我也不打招呼，像是一方木头。我爸爸下意识就给了她一脚，打她就像吃饭一般正常。我从车里冲了下去，拿着钢棍就朝着她打。她猝不及防，狠狠地挨了我几棍子，被我打懵了，正想还手，却被红姨拦住道：行了，如今这么多事，再给我惹事，我弄死你。我爸顿时怂了。夜里几个打手聚在我家喝酒，我妈又挨打了。我爸挑衅地看着我，我拿出菜刀朝他扑过去，并且不断刺激他道：你这个没用的杂碎，你混这么多年还不如我，废物就是废物。周围几个打手看了过来，我一起刺激道：你们也一样都是废物。其中有2个已经想动手了，尤其我爸爸，我感觉他的拳头都捏出汗了。要是从前他早就往死里打我，不过现在扯着红姨这个虎旗，他们都忍住了。我妈妈终于被这边的争吵吸引了注意力，她看了过来，似乎有些不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冲着她笑了笑，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她曾经无数次想做的事，我来帮她做。我不停地刺激他们，如果你们不买女人，是不是这辈子都娶不到一个老婆？废物也配有女人吗？我边说边笑，嘲讽着他们。你他妈和红姐混半年，要翻天了是吧？其中有个打手吼我道，他们几个冲过来就要打我。我继续高声道：你们几个畜生，自己的孩子都拿来卖，不知道是怎么投胎投错了，畜生也来做人了。他们再也忍不住了，冲过来打我。快跑呀！我妈似乎不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是她下意识地叫我跑。我的眼泪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流了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下次投胎一定不做你的女儿了。对不起，当了你多年的耻辱。可我来不及给他说了，他们冲过来，靠我近的都挨了我2刀，这彻底的激怒了他们。看我用刀，他们也拿出了家伙。不知道谁用力，一把水果刀笔直的捅进我的小腹。我的头转向我藏在青瓦之下的手机，那里一直直播着。我恍惚间看见弹幕一直在滚动，但是我却看不清。我用的童星的账号，他有几百万粉丝，应该很多人知道了吧？只要不杀死人，他们都会出来。那我死了呢？
我死了，可不可以判处他们死刑？我直播了我的死亡，原来刀子捅进肚子这么疼，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只是望向了我妈，用嘴型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她应当很快就可以自由了，外公他们已经围在附近了。我爸和那几个打手杀红了眼，准备一不做二不休要将我杀了。我看见那些刀朝我刺过来，我想我必死无疑了，却猝不及防掉入一个臭臭的怀抱。我听见我从前听了无数次的声音：“宝宝，妈妈保护你，妈妈保护你。”风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冲了过来，将我紧紧抱住。那些刀都捅在了她身上，我的衣服上都是她的血。该死的人是我呀！我是人贩子的后代，人贩子就该断子绝孙，我早该死了。风阿姨怎么这么傻呀？我今天还故意带她走了几遍直播的位置，我希望童星的那几百万粉丝可以看见她。她不能死呀！她已经快要回家了，她怎么能因为我这样一个人死了呢？我想要哭，却发现喉咙里发不出声音。她应该是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了，可是她死了，我应该也快死了吧？能死了就好了。这样，他们这群畜生就在几百万人的关注下杀了2个人了。我的意识渐渐模糊，脑子里过了很多东西，有第一次被我妈按在湖水里，有我妈妈想勒死我那次，有我们2个抱着哭，还有风阿姨每次臭臭的怀抱，还有她一次一次的喊我宝宝，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叫我宝宝。还有猪猪，我无数次给她说，姐姐会保护你。虽然对不起她，但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再然后就没了，我什么意识都没了，我应该是死了。我再次醒来，是在一间白色的屋子里，里面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我下意识地问了句：“是要安排我投胎了吗？不做人贩子的孩子可以吗？”一个戴着口罩的阿姨看着我，她眼眶通红，一听我这句话，眼泪就落了下来，砸在了我的眼睛里，温温热热的。我就知道了，我没死。我没说话，她却摘下口罩对我道：“妹妹你好厉害。”我抬眼一看，周围有之前地下室那个看起来清冷的姑娘，她穿着警察的衣服，我这才知道她是卧底。她拍了拍我的肩膀道：“胆子这么大，好好读书，以后来当警察呀。”后面不远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，我大概猜到他应该是我的外公。我冲他笑了笑，我也没啥资格叫他，他却苦涩地笑了下道：“你妈妈一身都是病，在隔壁房间。”猪猪趴在我身边瑟瑟不安的模样，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我住了个把月就出院了。人贩子村本来就被警方准备围剿，加上直播的原因，引起整个社会的愤怒。附近县的警察都来了，加上我事先留下的线索，人贩子村被一网打尽，所有人贩子都被严惩，杀风阿姨的那些人都被判处死刑。风阿姨的丈夫真的通过那次直播找到了她，只是最后他见到的是冰冷的尸体。他把风阿姨的骨灰带回了家。我去拜祭了风阿姨，从头到尾都没敢看她丈夫。红姨本来带着猪猪逃了，却被猪猪里应外合警察把她抓了，她也被判处了死刑。在临行前，我带猪猪见了她，她出奇的平静，直到没想到我养的狗居然是小狼崽子。猪猪愤怒地质问她：“你这个坏女人，把我爸爸妈妈还给我！”她那十分平静的脸色终于破裂了，眼圈也红了。原来豺狼也会落泪。我用眼神示意他外面站着媒体，他想要说出口的话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，只是恶狠狠地冲着我道：“你怎么这么狠毒？心怎么那么狠？”这次换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他的泪终于落了下来，道：“猪猪可没对不起你，害了那么多家庭，却脸色平静的红姨竟然也会觉得别人心狠。有的人天生没有怜悯，只有你拿刀反击他，砍在他身上，他才知道原来刀砍人也会疼。不过这都没关系了，畜生就该投胎去做畜生。”又是一年春天，我在警方的帮助下重新上了学，在他们的刻意保护下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。也有几个好事者问我是不是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直播里的女生，我只是一脸淡定的笑道：“可能只是长得像吧，不过她好厉害，我可没那个胆子。”猪猪被好心人收养了，但是他还是爱黏着我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决定和他的养父母商量，把他送走，希望随着年纪增长，他可以忘记这些事。但是上车的时候，他狂哭道：“姐姐，你要保护我的，姐姐，别不要我，姐姐，
我以后保护你嘛，别丢下我。最终我和他养父母还是心软了。就这样，他时常来找我，只是有次偷偷问了我一句：姐姐，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没了？我告诉他，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已经找到你了吗？我很久都没有再见过我妈妈，我甚至想，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。可能是遗传了她读书的本事，我学习得很快，甚至跳级到了初3，很快就念了高中。日子平淡地过着，直到我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再次见到了她。原来这些年，她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，而且在人贩子村待的那些年，她得了一身的妇科病。我是被外公带去看她的，原本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看，但是却被他发现了。我慌忙地想跑，却听他喊道：是小玉吗？我停住了脚步，眼泪疯狂涌出。他坐在凉椅上，温温柔柔地喊我，是我儿时无数的梦境重合。